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2月1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市场如期调整，是真的要见顶了吗？特斯拉冲高回落，会不会又是一次买入时机呢？英伟达果真不行，反弹结束，而后跳空大跌，美股接下来应该怎么看呢？阿哲认为美股的上涨还远远没有结束，但是注意了，多头最好短期观望2到3天。本次调整说不定是踏空者再一次的入场机会。我们看到今天的图板，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看到今天的目录。本期视频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的117期。那么阿哲呢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来讲解当前的市场。第一部分是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专题观察。阿哲会通过 K 线和空间角度的战法去分析当下的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行情风险和机会在哪里。第二部分我们进入到特斯拉和英伟达的专题分析。阿哲会通过4个纬度4种基础分析来分析当下的英伟达和特斯拉。最后我们会进行其他个股的一个解析，比如说 PLTR 最近的短线热门个股，那么在周五开始揭晓谜底之前，它会不会继续的暴涨，会不会继续的走出行情，我们需要持续关注。以及呢比特币相关的个股，在当前的比特币价格在10万关口不断的上下横跳之中，那么 MSTR 等等的有关个股会不会再次出现机会，这都是我们本期视频所要讲到的内容。因为我们每期视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都是比较多的，所以阿哲的时间长度往往会比较难以控制。如果你的时间比较着急，那么也可以呢选择一些你感兴趣的部分，优先的去收听。比如有些同学可能在周天的时候参与了阿哲的直播，听到了 K 线的分析，复阴线是什么以及怎么使用，你都明白了。那么第一部分的 K 线解析你可以跳过，可以直接呢去收听第二部分的空间测算。那当然，如果你第一部分复阴线并没有了解，那么一定要把它学会，因为这是本期视频第一个重要的一点。接下来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第一部分 K 线分析。什么叫做复阴线？阿哲呢在周天的时候有专门以这一个复阴线来作为讲解的内容。那么可能呢有一些乌鸦嘴，阿哲说这一次的上涨是右侧的强势上涨，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所以阿哲在周天的直播当中分享了一个逃顶的方法，叫复阴线。那么阿哲也认为这次上涨呢有几率出现，只是没想到呢出现的这么的快速，周一就出现了。那么这一根 K 线，这一根阴线的出现，它有2重的含义，要么是市场的出货行为，要么是资金的洗盘现象。如果是一次出货，那么往往后续迎接的可能是大幅的利润回吐，而这一个地方会是出货，还是说是又一次的洗盘呢？我们需要在本期的视频为大家去好好的讲解怎么去使用复阴线。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复阴线的组成的条件，它的基本的识别。复阴线呢是九田战法当中阿哲所进行一个学习并且去改良的。我们看到其中的条件，第一个它需要前一天为阳线，以及第二天呢为阴线。所以在这个复阴线的条件当中，它需要有2根 K 线，是一种双 K 线的组合，而第一根 K 线为阳线，第二根 K 线为阴线。其次它还需要表现的是这种形态是多方攻击受阻，短期呢出现反转的可能。而阳线的实体如果被阴线覆盖的越多，说明买方的力量越是转弱，空方的攻击力度反转的力度将会越是强。那么具体的条件呢，就是首先昨天为阳，今天为阴，这是基础条件。而后阴线的最高价格比阳线的最高价格是要高的。其次我们需要看这一根阴线的实体覆盖阳线实体至少1半以上，那么以此呢去界定它为一根复阴线。当然呢字面上和图像上的表达，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我们需要在实战过程当中再去分辨一下复阴线的产生。现在呢我们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而在日线图表当中，从前期的这个低点开始走到现在，我们看到图表当中有标记了一些文字，比如说这一根阴线，它的底下标记了2个文字，叫做负线，包括这一根阴线也是负线。我们看一下它的特点，首先它的昨天是一根阳线，而后它的当天是一根阴线，
阴线的最高价格是比阳线的最高价格是有创新高的，说明盘中呢是有所上涨，让市场当中的情绪是进一步的推高。但是它的收盘价格，我们看到阴线的收盘价格最后却是把阳线的最低价都吃掉了，它不只覆盖了它的一半，还把它的全部都给覆盖了。这是一种很强势的负阴线的体现。包括这一组的负阴线，它的昨天是阳线，今天是阴线，阴线的高点比阳线的高点是高的，而阴线的收盘价把阳线的全部都给吃掉了，这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负阴线，也是非常有效的反转条件。那么是不是这两次负阴线之后，股价后续出现的都是下跌行情？因为这两根 K 线代表是多方走弱，而空方走强，有反转的意愿。当然，有同学会看到这一个负阴线，阿哲，为什么这一个负阴线和前面两个负阴线有所不同？那么这一个负阴线是不是也是阴线的高点比昨天的阳线高点高？阴线的收盘是不是吃掉了阳线的实体一半以上？那么它也是一根负阴线，只是效果呢没有前面两个那么强势。那为什么它是负阴线它能涨，而这两个负阴线它却是下跌的？那包括我们后面所看到的也是如此。那看到这一个负阴线，是不是股价呢还能够涨一涨？但这一个负阴线呢，立马当日的暴跌。那是否我们可以在实战当中去分辨一下，哪一个负阴线更容易上涨，哪一种负阴线呢更容易下跌？那如果能够分辨得清楚，那么这一个负阴线是否是后续看涨还是看空，你就明白了。其实这个研判的技巧非常简单，我们只要看到负阴线后它的第二天是什么表现就可以了。一般负阴线之后的股票，如果能出现止跌的 K 线，一般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出货的概率将会有所减少。而如果第二天依旧是大跌的，那么这个就要相对小心，这是一个初步的判定条件。其次呢，我们需要把负阴线第二天的最高价格做一个延伸。如果负阴线它真的是离场出货，真的是高点形成，那往往这个负阴线的高点是难以去突破的，你会发现股价后续没能突破，而是继续的下移，所以它是一个出货的负阴线。那假如出现了负阴线之后，股价后续不只是止跌上涨，而且它的高点能够被快速的突破，越是快速的突破，强势的突破负阴线隔天的高点，那么意味着这个负阴线它就是洗盘而已，就是一个砸盘而已。那如果不能突破，你就千万不要随意的看涨。那包括像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负阴线出现之后，注意了，出现之后，如果你前期就有所盈利，那么出现负阴线之后一定要小心风险。股价后面不管是涨是跌，当天负阴线出现时要有所减仓，有所获利了结，而后等待突破之后，我们再去负阴线上去看涨。而这一个位置又出现了负阴线，前面上涨有所短线盈利，出现负阴线，你应该了结筹码，应该获利了结，躲过后续的下跌。等到负阴线后的 K 线高点突破了，再去看涨也为时不晚。我们看到前期更早之前的 K 线，它这里这一波上涨是不是也是有负阴线，连续的3次负线？那出现之后，股价的次日高点能不能被快速突破？越是快速突破，越说明负阴线为洗盘砸盘，而后续股价还能上涨。那如果出现负线之后，股价收阳止跌，但是不能突破，说明这里是出货的概率将大大增加。而我们看到当前的行情，你就会有一个特别简单的研判条件，就是你可以多等那么一天，在股价前期给你大幅的利润盈利的同时，见到负阴线，我们应该卖出股票。那卖出之后，它是出货呢，还是后续还有上涨行情呢？不要想太多，我们就跟踪市场的走势，负线之后的价格表现。不管如何，最好是止跌 K 线。如果今天依旧大跌，那么相对它是洗盘砸盘的概率呢会偏低一点。但是呢，也不用太过的担心，我们只要把这一天，也就是周二今天的 K 线高点做一个沿线，如果在周三能够收盘突破，那么说明前面的下跌它只是调整。如果在周三或者说在本周都不能突破周二 K 线的高点，那么后续的行情走弱的概率会大大增加。那有同学会说，那如果周二这根 K 线直接就很强势呢？直接就是一个仿包阳线，把昨天的最高价都吃掉呢？
好，那么周二就是一个再次入场的机会，这是富英线的2种买点和它的处理方案，遇到它上涨的利润一定要先了结为主。那么更进一步的，阿哲做一个补充，就是富英线所出现的位置也是很关键的。那比如像这一张图表，大家肯定不陌生了，如果是老同学，会在很久之前就看过阿哲所画的这几条趋势线。那么阿哲在上期视频是不是还特意跟大家去讲了，目前的价格在一个强势区间，因为它在这一根趋势线之上。好，在这之上，只要它不跌落，它就依旧是强势的，它就依旧有机会出现加速的上涨。而目前的行情是不是开始出现了回落？而回落的时候有跌破这一条趋势线吗？还没有跌破。而这个时候出现了富英线，我们就要关注了，它会否借此富英线去出现有效的再次跌回？如果再次跌回，那么下落的空间是比较大的。那假如是在一个趋势线上再次加速前的洗盘动作，那么正常来讲，这一个趋势线哪怕偶尔有所跌破，也应该快速的回归，这是当前富英线所面临的支撑。那前期这个富英线就相对要小心一点了，因为它是一个股价压力线附近出现突破之后的再次回落，而这里出现富英线，它的风险系数呢会比当前所出现的位置要更大的风险。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而本次这里呢，我们至少底下还有一个临近的支撑被此回踩，所以目前的富英线它的风险应该从表象上来看是比之前的要偏低一点的。当然具体的表现我们需要在今天再做关注，是否周二能够有止跌 K 线的出现。那么听到这里，如果你是老同学，千万不要忘记了老规矩，给阿哲的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阿哲的创作视频。那如果你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到阿哲的视频，加入到阿哲的频道当中，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点击阿哲频道底下的订阅按钮，那么加入阿哲的一个粉丝，成为阿哲的订阅观众。未来呢，我们一起学习更加进阶的技术分析。而如果你想要阿哲的每一集视频都能够及时的提醒到你，你也可以点击订阅之后，点一下下方的铃铛按钮，点开全部铃铛全部提醒之后，阿哲的每一场直播每一期的视频都会在更新之后首先提醒到你，提醒你阿哲更新了，你可以来收看视频了。感谢老同学的点赞以及新同学的订阅。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空间战法的测算，有关纳斯达克指数当前重要的空间点位。我们通过第一部分 K 线的分析，我们知道目前是一个右侧的风险，并且已经开始有所释放。那么至少你要等待1到2天后，多头才能够确定是否再次的进场。那么这是 K 线的分析，从空间上看，能否与 K 线分析进行共振呢？我们看到下方的图板，有关空间预测是阿哲的某一项技术所表明的市场空间点位。那么阿哲呢，这次作为订阅观众的限时福利粉丝信息，如果你是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你至少能够接收到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的阿哲本条信息的服务。阿哲呢会在美股开盘之前都会进行发布，你只要是订阅观众就一定能够收得到。这是阿哲在昨天12月9号美股盘前所发布的，因为阿哲这边呢是香港时间，所以当时是下午的4点半之前所发布的。而这条信息当中呢，有一些关键的点位，一个是当时预测的日内高点和日内预测的低点。这两个点位呢，不是说阿哲认为今天100%高点就是它，低点100%就是它，并不是的，没有那么神奇。阿哲认为的是，这是在一个自然波动、自然股价资金运作之下所会达到的正常的高点和极限的低点。那如果股价的运作在这两个价位之中出现高低点，那么这是正常的表现。而假如有那么一天收盘价能够突破当日预测的日内高点，说明股价的多头是很强势的，你可以看涨后续行情。而如果日内预测的低点能够被收盘所跌破，则说明空方强势，多方弱势，后续反而应该看跌。那么根据这一个点位的预测，阿哲呢是在10月初到现在一直的去计算。那么图表当中呢，是阿哲根据此点位的绘画，每天都可以通过预测的低点和预测的高点去分析纳指的多空强弱。
图中呢出现的这一个红色点，就说明当天的市场是收盘跌破了阿哲预测的低点；出现了绿色点，就说明当天呢收盘突破了阿哲预测的高点。那你会发现的是，这项技术是不是在美股市场当中还是有效的，能够观察到趋势的波动的？当股价出现绿点的时候，股价多头强势，一直突破则一直强势。而当出现股价高位跌破预测低点的这一天开始，市场是不是出现下跌？而直到再次突破预测的高点时，市场走为看涨。那么当市场又再次跌破时，你可以出现获利了结，获利的兑现。而它的第二天立马又突破预测高点，你再重新回归做多也是没有问题的。从这一天开始，股价一直突破，一直突破，一直没有红点出现。所以阿哲在之前的时间段、之前的交易日一直讲的是突破预测高点，所以继续看涨。而这个点位在上期视频阿哲周六的时候所发布的视频周复盘当中也告诉过大家。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低点在周一时不应该被跌破，只要不跌破，当前依旧能够看涨。而如果被跌破，则风险有很大概率会释放。我们会看到的是，是不是这一天收盘是跌破了19797.1的这个预测低点？它跌破了，说明空方在此处是不正常的，是比较强势的，远超之前的强势。那它出现了这个红点，我们就要判断了两个维度的去看。之前出现这个红点，阿哲说过，如果是出货，这个地方就是风险。那如果这里是砸盘，它应该会很快的再次出现绿点。而很明显的是，当前又出现了一个红点，它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只是砸盘呢？如果是砸盘，那么第二天甚至呢是短期2-3天内，应该会再次有突破预测高点的 K 线出现，再次出现则重新做多买进。如果不出现，就不要去做多，短期内不要再去做多，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跟踪市场趋势的方法。而当前是红点，所以当前呢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空方占优的市场，而多头你应该休息。所以通过 K 线的分析和空间战法点位的测算，我们都知道目前的空方反扑力度较强，所以当前的多头你应该把之前的获利进行兑现，进行了结，而后等待市场出现多方再次转强的迹象再去入场，是当前短线上比较安全的操作策略。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只要你是阿哲的订阅观众，你就每天关注一下阿哲所发给你的 Telegram 当中的这一个盘前的信息点位，你看一下有哪一天收盘纳指突破了阿哲预测的日内高点，那么你再重新做多，这是一个比较简单去分辨和跟踪的事情。那当然呢，有同学说阿哲，我今天刚刚订阅你，我是一个新订阅的同学，新订阅的粉丝，我怎么去收到这个每天预测的点位呢？很简单，你可以在当前的视频打开下方的评论区，阿哲呢有一个置顶的评论，在置顶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他的联系方式，你只要点击那个链接找到助教老师，你说我今天订阅了阿哲，我想要未来1个月、半个月左右能够收到阿哲的这条限时的粉丝福利。那么助教老师在确认您是订阅粉丝之后呢，就会在每天的盘前给大家去发布这一个预测的点位了。所以大家记得，如果今天刚订阅阿哲的，一定切记下方的评论区点击链接找到助教老师。订阅的粉丝观众除了能够得到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之外，阿哲呢还有一个专门针对于爱学习的粉丝订阅群组。这个群组只要你是订阅粉丝，你是爱学习的同学，你都可以申请加入。那怎么样去确定是爱学习的订阅观众呢？很简单，每一次的内部直播当中会安排一个课后作业，你只要完成1次课后作业，阿哲认为你至少是认真学习的，那么你可以跟助教老师申请加入粉丝群组。那么怎么样去听到内部课以及完成作业，这就是第3个福利。我们的粉丝群组，或者说你只要联系上助教老师，我们会在每周都举办不一样的精彩的内部直播专题课。像本周呢，阿哲举办的是四维操盘体系关于价量时空的全攻略的教学。12月9号时间分析月相预测术，这是在昨天阿哲公开频道所讲的一节内容，而后的4节都是内部课程。
那后面的4节课，你只要跟助教老师说报名参加，他就会把课程的私密链接发送给你。那么你听完1节课，完成1次作业，你就有机会申请加入到粉丝学习群组当中。这里呢提醒一下，我们的内部课和公开课时间都是香港时间上午的10点。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前呢，找到助教老师报名参加，我们而后完成作业即可。那么希望每节课程都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收获，以及能够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如果当下的市场真的面临回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你去休息、观望以及认真学习的时间。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纳斯达克指数的 K 线分析和空间点位测算。关于这个空间点位的测算方法，阿哲呢等一下会在特斯拉、英伟达以及其他个股当中再次的展示，也就是它的股价的多空动能分析上会再次的用到这个技术。第二部分，我们讲一下特斯拉以及英伟达。关于特斯拉，我们近期呢一直是以它为专题来去分析的。从空间、量能、价格、动能上，我们现在来解析一下当前的特斯拉。空间上，目前的特斯拉，阿哲在上期视频是不是给到了一个目标位是 406.71， 而昨天呢是 404.08， 如果阿哲没有记错的话，也就是说它昨天冲高的时候已经非常临近 406.71 了。而这种冲高接近目标位再次回落的动作，我们认为是一种对于目标位冲击失败的行为，类似于前面这个地方，当股价出现跳空大涨放量时，但却不能够去有效突破上一个目标位，那么价格往往会出现回落回撤之前的有效支撑。而很明显的是，昨天的盘中在开盘之后会有一个日内的明显的拉升而后回落，这个拉升的高点就基本上很靠近 406.71， 它这个时候的现象就和之前这里有所相似，那我们就要认为了它有一个风险的存在释放的可能。现在我们看到价格的空间上是不是收盘突破了 382.26， 那么对于这一个突破它会不会有效，将会在这一个假阴之后去测试。那么如果它的突破是无效的，那么在本周甚至更快，就是今天会重新的跌落，而重新的跌落将会继续往下一个空间走。所以我们目前的重要的支撑会有一个，就是 382.26， 这个价位只要守得住，说明这个价位突破是有效的，而它只要突破有效，那么 406.71 拿下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空间上 382.26 是当下你要去关注的一个支撑位。而从量能上看，在上期视频我们说到特斯拉属于平量，平量就是成交量2天基本持平，这个量能意味着价格本次的方向容易产生波动，它是一种平衡的现象，平衡被打破，市场将开始方向的再次选择。像前期这里股价下跌，而后这2天的量能是否基本是平量，很难去看清楚谁高谁低。好，股价下跌方向向下，出现平量则方向平稳，而后股价选择跳空向上，是不是方向由下跌转为了上涨？所以平量往往是一个方向的十字路口，会选择方向。而当前的市场价格是属于上行的，上行过程当中出现了平量，平量后是一个高开低走冲高回落的 K 线，反映了压力的产生。那么这个地方通过平量变盘来说，它更大概率应该变盘向下，这是量能的角度考虑当下的行情。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价格的角度怎么去看待这一根阴线。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日线上昨天出现了冲高回落而后又探底回升的过程，说明多空两面在当前的股价过程当中是比较争夺的，有人看多，有人看空，那么谁对谁错将会很快出现分辨。我们知道目前是平量后的冲高回落，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它是一根决策的假阴线。那什么叫决策的假阴线呢？就是股价在上涨时出现冲高回落，但是最后上涨而后收阴，它是一根假阴线。而下方的成交量有一个相对明显的放量，我们看到这一天的量能是不是基本比前面大部分情况下都要高？从这个低点开始算，比这一根阴线的量能要高的有几根？很少很少，基本没有。所以这一根阴线它的量能已经决定了它在本次上涨的过程当中最为关键的一根量和一根 K 线
它就是一根关键的决策假阴线。那么关于这种 K 线怎么去用，阿哲呢用前期的行情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前面这里出现了市场当中上涨图中一根明显放量的阴量，这个量能是不是也基本上比前面大部分的量都要多？好，包括这一天也是，它是不是比前面大部分的量，甚至比后面的量都要多？它是一个高量的决策假阴。那么一旦出现这根阴线，我们要知道它给了你一个区间，把它的实体划线，股价只要在它的实体之下不要看多，在它的实体中间也不看多，这都是决策的区域，而不是执行的区域。只有股价重新回到它的一个决策假阴线实体之上时，有时呢它的最高点之上时会更加确认，我们可以去看涨，这种是决策看涨的一个含义。那么上涨图中又出现一根决策假阴线，价格只要能快速的回归到这个决策假阴的实体之上，甚至是高点之上，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洗盘。这个地方大家在此处有多空双方争夺，有一些意见产生，但是第二天所有都回归了平静，多头继续坚定，那么后续依旧可以看涨。那么价格如果出现了一个假阴线可能这个量能呢不太明显，但是它也是个假阴线，出现之后，特别是在足够高的高位时，哪怕是普通的假阴线也要小心。那么是不是这一天出现了股价的一个实体上沿实体下沿，后续股价是不是以跌破为主？那么它就是一个风险了。当然这一天呢不是很标准，如果它是放量的，那么会更好。从目前来看，决策假阴线它出现了，而且是一个很关键的高量的决策假阴。那么这个决策假阴和前面的这一根我们一样的处理，它的下沿之下是风险，它的上沿之上为机会看涨，那么这一天又是决策假阴，而且量能也很高。好，那么这一天它的实体下沿之下不能够做多，实体上沿之上最好是高点之上，那么会更好可以做多。所以这是一个决策假阴方面给到我们的提醒。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动能 K 线，在股价下方标绿点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多头强势突破预测高点，标红点的就是空头强势突破预测的低点。那么股价突破高点之后，是不是依旧只要一突破，持续突破就是持续看涨？而在突破过程当中，上涨高位时出现了一个红点，跌破了预测低点，就相对来说空头走强。只有再次多头走强时，我们才看多；空头走强时，你就不应该看多。多头走强看多空头走强不看多。但如果红点之后立马是绿点，红点之后立马是绿点，而且是上升图中出现的红点转绿，红点快速转绿，一般来讲是洗盘砸盘的提醒，后续股价依旧能够看涨。是不是再次的绿点后持续的上涨？它只是一天的洗盘而已。那么看到这一根决策假阴线，它的底下是不是没有绿点了？没有绿点说明上涨动能减弱，因为之前都是有绿点的，这里没有绿点了，那你要小心了，接下来会不会出现红点出现？那么今天跌破哪个点位会出现红点呢？大家听一下阿哲所讲的这个点位，今天的预测低点它应该在 383.9，如果今天股价收盘跌破了 383.9， 那么特斯拉这里将会出现首根的上涨红点 K 线，那么风险将在右侧释放，是空间上相对的风险点。而它的预测高点呢是 410.69， 股价如果能够在今天重新突破 410.69， 会重新再次出现绿点 K 线，那么股价后续依旧正常的看强势。那么这个绿点 K 线的出现，意味着股价多头重新回归强势，依旧能够看涨。而在这两个区间点位之中，就说明依旧是一个徘徊、面临选择的过程。以上是关于特斯拉空间、量能、价格、动能方面给到大家的一些提醒和分析，希望对你呢在特斯拉的交易上能够有所帮助和引发思考。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我们会通过空间趋势、动能资金4个维度去分析，我们依旧看到英伟达的空间解析。空间上依旧关注这几个价位，最临近的是 141.1， 而在这个价位附近，阿哲讲过很多次了，它是一个多空必争之地。股价目前是不是在这个价格盘边进行不断的震荡，跌破之后呢快速又回来？
那么上去之后又快速的下来，依旧呢在141左右不停的震荡反复，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性选择。这是空间上，那么141.1还没有给到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性的定义，它是有效的突破还是跌破。而在趋势线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价格走势是不是目前的趋势线在跌破之后产生了反弹。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讲到，让大家去小心，因为英伟达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顶分型，去面对这一个上升趋势线的一个压力，而这个压力附近出现了下跌，那么我们是要小心风险的。在周一的时候呢，如期出现了调整，只是没想到这个空间快速一天就走完了，从这个低点往上走了5天时间才刚走完，而下跌呢3天就跌完了。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它底下有一个上升趋势线的支撑位，又一次的在这个支撑位之上出现了又一次的一个长长的下影线，它呢是一个10日星。那么现在我们需要看到成交量方面，它的下方成交量同样跟特斯拉一样是一个平量，你基本上很难区分到它的一个量能的变化。你看之前的量能是不是有高有低，有涨有跌，有明显放量，有明显缩量，但是2天持平的少之又少，基本上没有。而最近这2天基本上是相等的量能，这就是一个平量出现。而我们看到昨天股价价格上的变动是一个快速的下跌，最后成交量却和昨天是没有多大区分的，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而这种大幅下跌下，居然没有引发恐慌性的抛售，成交量没有放大，而股价的下跌，我们知道是它的趋势线的支撑很靠近。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平量就是变盘，如果上涨遇到平量是要小心风险的，下跌遇到平量呢，很有可能是变盘低点。而目前就是一个从高点遇阻之后快速下跌暴跌之下遇到的平量，并且这里附近有一个支撑所在。所以从价格上、量能上、空间方面的趋势线方面，我们都感觉到这个地方是有成为低点的机会的，只是要等待一个止跌的明确信号。那么关于这个明确的信号，我们可以通过动能 K 线以及下方的资金来去看到。市场当中的动能 K 线是不是只要是绿色的，就说明多方动能还是强势的？那么动能强势看多，那么空方动能强势则需要小心风险。那么是不是一波绿柱看多，一个红柱下跌，那么红柱转绿柱再次看多，绿柱转红柱，小心风险的产生。而当下的市场是不是在一个红柱的延续当中？这一天10日星它依旧是一个红点出现，所以从动能上来讲，空方的动能是比较强势的，这里要小心空方动能的延续。如果一直保持红点没有绿点出现，那么这里就要小心了。那么这里呢，阿哲再次给到一个点位，就是英伟达在今天如果它突破哪个点位会显示为绿色呢？我们需要看到的是 139.38，也就是说，在周二的时候，如果英伟达能够收盘突破 139.38， 那么这里将会出现一个绿色 K 线。那么在动能上讲，它将会是一个再次由空翻多的时刻。那么同样的，今天的低点预测是 136.56， 如果股价收盘继续下跌，跌破 136.56， 那么这个地方依旧会显示红点，那么空方会继续的延续，则不能轻易的看多。而从资金层面上，这里下方是一个 BBD， 所谓的 BBD 呢，是短线资金的流进流出的筹码。那么这里的使用方法很多，阿哲呢就不过多的赘述，我们只讲其中的一个，就是股价上涨后的回调，它何时容易见到回调的低点？这一点我们通过 BBD 是能够识别到一个资金上的回调低点的。当股价出现的是上涨中的回调，你要关注的就是红柱出现下穿这个蓝色线的时刻。只要它下穿这个蓝色线，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它这里容易出现资金上的变盘点，价格前期的上涨有资金的流进，而流进之后出现的回调则是资金的打压，它打压就需要流出，而流出的程度只要过了这个零轴，就说明它流出的有点多了。如果是一个回调的洗盘，那么这个流出到这里就应该完成，就应该停止。所以很多时候股价的上涨回调，它一个比较极限的回调点位就是这根 K 线。
好，这一天穿过了，就容易是一个变盘的回调低点，而价格在此处如果直接是收阳线，它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买点。但阿哲比较建议的是突破它的高点后，去认为它是一个低点确认，而后去做多。那包括我们看到这一天，它也是一个下穿之后，股价有没有出现有效的突破？是不是没有突破？那没有突破，这一波调整到这里就还不能够去买进。那包括这一根 K 线是不是也是下穿的？好，下穿之后是不是后续有止跌、有突破，走了一波再创新高，而后才再次释放风险？那么现在呢，前面的反弹，英伟达是不是底下资金持续的流进之后，现在又再次回落过程当中，它是首天下穿了资金轴零轴的 K 线。那如果前方的资金流进到这里，它是一个洗盘的话，那么它这里就应该止跌。我们将它的低点作为再一次的观察对象，它的高点如果能够收盘突破，则说明它是一个上涨回调再次启动的点位。这是通过资金层面上识别得到这一天的英伟达，它应该是一个变盘低点，而是否能够成立呢？需要等待它的有效突破。那么特斯拉、英伟达的专题解析我们就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其他个股的分析，比如 PLTR 呢，在近期的消息面上有所刺激，大家都很关注于纳指100指数成分股的调整事件，而近期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上涨？昨天再次的高开冲高，但最后却是回落的，出现了一根 K 线和指数类似，它的高点创了昨天阳线的高点的新高，但收盘却跌破了阳线实体一半，所以它是一个负阴线的出现。负阴线出现，我们说过上涨中遇到，你的利润应该有所了结。而当前昨天的最高价大体是在80左右，而我们当时预测的相对的高点压力应该是84.08，也是比较靠近，但是还有一定的距离。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负阴线来观察一下，它是在本次上涨当中的一次洗盘呢，还是确实提前见到了目标而准备回落？那么这一根负阴线后的今天，我们要关注它的价格表现。如果是止跌，那么看一下能否在周三出现突破；而如果今天直接是反包的话，那么就说明很强势，可以直接再次的进场。而且如果是负阴线反包的买点，那么84.08大概率后续能够在周五之前产生突破。所以这根负阴线我们先得要离场看一看，而后再去做是否再次进场的短线选择。如果表现不如我们所想的强势，则有可能是高点提前，目标未出现。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苹果的话呢，属于超乎意外的一个强势，从前面的低点走到这里。阿哲之前讲过242.064是有一个机会构成波段的调整的，但是它快速的突破之后，在上方连续的回落以及回踩，到了这一天上周五的10日新低点，它是以精准的方式回踩了前方的预测点位，所以这个支撑是有效的。那么阿哲也讲到了，这里可以等一个启动的机会，但这个启动的阳性呢，瞬间有点过于的大，在指数还在下跌、指数调整的时候，它拔地而起，有点引人注目。而目前的所测算的一个高点压力，往上看是247.847。从目前来讲，从低位上涨以来，右侧上还没有出现明确的能够卖出的一个信号，包括这个压力也是轻松的突破回踩，没有跌落。那现在如果你持有苹果的话，它是否会出现卖出的机会？我们可以看一下247.847会不会出现冲高回落，出现转弱的 K 线，这一点可以去关注。如果出现，可以做一个上涨当中的获利了结动作。而如果247.847都能够很强势的突破，那么依旧会有更高的上涨空间。我们后续呢，再为大家去公布新的点位247.847。现在看一下苹果是否能够继续强势的突破。现在我们看到 MSTR 和比特币相关的一些个股。MSTR 呢，它之前在高位出现了一个负线，我们说负阴线出现的时候，第二天就是关注的对象能够突破，这说明它是洗盘，还能够去买入看多。这一波利润当时阿哲是有提醒的。那么后续见了高点543之后，又是一个负线，当天顺带着有机构做空，
这一天之后，它的买点是不是一直没有出现？包括现在又是一根负阴线，那么它的股价走势能否有买点呢？看的是不是这根10日星，它的高点能否被突破？突破才是买点。而现在一次一次的负线出现，但是都没有买点出现，所以它更有概率是一个资金在此处的一个震荡出货行为，而不是一个吸筹现象。那除非呢，等到后续能够快速的有一根 K 线出现突破，我们再去尝试做多。而当下的 MSTR 呢，它的短线上没有特别多的做多机会，因为负线后的买点没有产生。我们再看到 Coin 等等个股，那是不是也是如此的？那么像前面这里出现了负线之后，隔天的 K 线它有被突破吗？没有出现有效突破。那你说这一天是直接的仿包买进，但它是一个10日星 K 线，如果真的买进了，那么在这一天出现再次跌破，进入到附近高点之下时，要小心风险的释放。那像这个位置出现了负线，负线的后一天它的高点作为参考的目标，突破是不是一波利润产生？那这里呢又出现了负线，次日的高点能突破吗？突破不了，所以呢这里不能买进。这里又是负线，隔天的高点有突破吗？突破之后是不是略微的上涨，又遇到了负线啊？负线之后呢又是高点不能突破，那么就不能够去买进。所以当前的 Coin 从前面呢负线还能突破，到现在负线突破之后又出现负线，所以这个地方出货的概率也是在增加的。我们要关注一下最近的买点，应该是突破 349.75 的高点之后才能够去再次看多，在这之下呢，小心是一个资金的出货的格局。再看到 MARA， 它也同样的在最近出现了负线，而负线之后并没能够去突破，同样的它还是一个晕线，因为这一天的所有价格被昨天的价格实体所包含，它是一个晕线，晕线之后是下破的，没有上破，再加上是负线，它的可能性更大的是向下，除非这里能够收盘收阳站上去，不然的话呢，这里不能够再做多了。不管是 MARA、Coin 还是 MSTR， 当前都未有多头买点，并且有空方的力量出现，所以要特别小心，不要盲目尝试的去做多。这也是当前指数影响下很多个股所出现的一个局面。那么如果你是阿哲的方法学的比较认真，那你会看到其实这2天呢也构成了反手的阴线，所以它的买点呢不一定是突破这个阳线高点，突破这个阴线高点呢也能够作为防守阴线的一个买点。最后我们看一下亚马逊，亚马逊的话在连续上涨之后出现了一根冲高回落的 K 线，它呢可以作为负线吗？不太合格，因为前期这里也是负线吧，负线出现之后它得是高点创新高，而后实体盖过阳线的一半。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很明显阳线的实体一半还远远没有被盖过，所以多头的反击还不算很强。但是这一根 K 线它又是一个长长的上影线，所以影线代表多空的反转力度，很长的上影线也代表空方在这里有转折的意愿。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动能 K 线来去判定什么时候可能会真正的去转弱。我们可以看到，当股价出现的是绿点后的红点时，就是一个风险。而如果风险这一天还是负阴线呢，就风险更大了。那价格偶尔可能会有反弹，那么反弹之后如果是红点呢，那么就自然而然止损离场就行。因为我们知道总有那么一个绿点会告诉你有持续的行情的产生，这一波上涨一直都没有红点，那么现在也没有。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日内预测低点应该是 223.675， 只要这里不去跌破，收盘不破这个点位，那么这个地方不会有红点 K 线，那么整体的调整风险就还不大，大家可以守好这个低点 223.675 的空间。以上内容就是今天的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是否会见顶，我们需要观望2到3天，确认负阴线后是否有买点出现。如果负阴线后的买点迟迟不出现，那么多头千万不要随意操作。而关于纳斯达克指数后其他个股的解析，阿哲认为哪怕出现买点也要小心，因为指数环境走到这里是一个风险时刻。如果在指数没有完全修复风险，没有出现负阴线买点之前，随意的去买入个股做多，也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所以多方最近可以休息一下，等待后续明确的价格表现，选择方向。
希望本期的视频对大家依旧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